哎呀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来11火烤两吃。这一间11火烤两吃啊，它原本叫做第一名正宗店，但在今年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改了一个名称。高雄人一定不陌生第一名火烤两吃，也是许先生的学生时代回忆耶。我不得不说，我是第一名养大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以前一堆高中生血气方刚的臭男生，下课不知道吃什么，肚子又很饿。他这边100多块，以前100多块，现在好像300块，对不对？现在330元一个人。哦，那个进来肉直接把整箱都吃掉的，吃爆人家的肉啦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来回味一下，带着阿雅来回味一下我的高中青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吃 ，Go Go！我们入座了，这间11火烤两吃啊，它的用餐方式其实跟之前的第一名是一模一样的。其实它就是改名字而已啦。我们刚刚有问过一下那个看起来像老板娘的人，他们说其实就是因为第一名啊，他们长期以来都是薄利多销。没错。因为随着这个通货膨胀，想当年我们高中的时候吃一顿才100多块，190啊。对啊，现在涨到330。虽然说330，但我觉得以它提供的东西来讲，是对得起它的价位的啊。这间11火烤两吃啊，它的用餐方式非常的简单，总之限时就是2小时的用餐时间。如果你是单人1人进来用餐的话，它的价格就是360块；如果是2人以上呢，一个人就是330元。它就不会多收一个开锅费。高雄其实有非常多第一名火烤两吃，我跟许先生呢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间原本的正宗店，因为它非常的便利，它的正对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场，所以我跟许先生每次都是停好车就可以优雅的走过来用餐了。而且它的室内环境很大，可是唯一的小缺点就是没冷气。但是它的通风还不错啊，不要这样。对，夏天还是可以来吃，支持一下。可以挑位置坐，如果你是靠比较外面或通风处的话，夏天一样是可以吃的啦。它提供的料其实非常的多，而且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熟食可以选择。像我现在桌面上麻辣鸭血、肉燥饭，而且它的肉燥饭不是只有肉燥哦，里面有卤蛋、贡丸，还有油豆腐。不得不说，第一名也是随着价格成长了之后，它也开始有在进步了。不要说人家就是只有单纯涨价而已，它其实也增加了很多以前没有的东西。刚刚我在柜台的时候还发现，它竟然有现炒的炒饭，这个好像是什么培根鲑鱼炒饭吗？而且你上面还有一颗蛋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家的炒饭非常的浮夸，就是炒完饭之后呢，会把蛋非常多颗蛋下去，直接煎炸起来，铺在你的炒饭上面。很华丽耶，而且他们炒完之后呢，那个厨师就会大叫：“现炒炒饭出炉咯！”我马上听到就赶快去夹一颗漂亮的炸弹。我光吃这个熟食，我还要吃其他东西吗？真的耶，而且它饮料居然还有爱玉，我最喜欢爱玉了。它的饮料选择呢，其实没有到很多，它就是红茶跟爱玉。我记得它以前没有饮料，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吃的时候。有啦，有红茶啦。我们之前来吃的时候，一直都有红茶跟爱玉。如果你想要喝其他茶类的话，它其实也有付费的可以选啦。怎么满口下去全部都是爱玉啊？它应该是本身用料就还算蛮实在的，很赞呢。先给它一个推啦，我们这个抗通膨系列好不好？我们还是要找一些这种便宜又好吃又大碗的餐厅跟大家分享。最爱啊！说真的，如果你来吃这种店家，你期待要吃高品质的高餐厅料理。高品质的高餐厅料理是什么？有矮的餐厅料理是不是？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他们家的食材就是非常对应它的价格，那就是330。然后你现在在高雄地区，你要吃到火烤，然后有330，有这么多东西可以选择的，基本上找不到第二家了。可是如果你是期待来这边吃到就是说什么和牛啊，又或者是什么伊比利猪啊，那你可能真的走错地方。刚刚许先生帮我烤好了牛肉，这边的牛肉与其说是用烤的，不如说是用炒的。因为他们其实是传统的那种铁盘式的，不像我们之前去吃的那种比较炭烤的，不，他们是铁盘，所以你就变成你把肉片放上去之后加热，直接在那边炒啊。他们家的这种铁盘就是最传统的火烤两吃飞碟铁盘，对，中间是火锅，旁边是烤肉的。所以你看一下这边，它都会附上很多的这个洋葱。很多来吃第一名的人呢，像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变化出各种不同的吃法，可以自己加洋葱啊、葱
椒啊，再加上它调味过的肉，我觉得有点像铁板烧就是铁板烧，有点像铁板烧那种感觉，所以其实很爽，它又是吃到饱的。其实肉片啊，我觉得以这个价位来说，它不算碎哦，不算啊，它还是肉片型的。哦，它当年在碎的时候，你还没经历过哎，拜托。我还在碎，是不是？你可能还在台中哎，想当年它的肉只是更碎而已，它现在进步很多了，我必须这样说。肉质我觉得就是正常火锅店的肉质啊。你们如果平常是喜欢吃那种夜市小火锅啊、夜市烧烤的，像我这种重口味的，你就会蛮喜欢它的腌制过的。但口味淡的朋友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它有一区其实肉是没有腌制过的，你们也可以专门挑那一区来吃。没错。我今天真的会暴吃肉哎，超爽！我才会暴吃肉，你刚刚已经前面都在给我暴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都不想讲你，不要再给我假装了。我等一下还要去烤餐包给你们看。刚刚烤完2轮肉之后啊，我们发现我们的烤盘子已经有点脏了，马上去柜台拿新的烤盘子回来换。许先生还很专业的说，拿到烤盘子第一件事要先这样撕。要先把它撕开，你才套得上去。那个动作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专业的。它那个烤盘子都是放在炸物区，不要客气，脏了就换，好不好？它这边都是采取自助式的，然后大家就是自己动手来，没有收服务费，请自己换 ，OK？ 对啊，这个年代没有收服务费的，只有赞而已。我突然发现坐这里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，在后位的人会看着我们吃，很开心呢。这就是出来吃烧烤最开心的事情，大家很饿，在那边等候位有没有？因为它生意其实蛮好的，基本上从晚餐时段一开始之后啊，它的人潮是没有断过。尤其假日，所以如果你们要来吃，假日一定要预约。因为我跟许先生平常是不喜欢预约的，所以有很多餐厅啊，如果他是大排长龙的，我们2个就会想说，算了，不要吃了，卖价。我们是那种非必要绝对不定位的人，非必要也绝对不排队。我吃到现在，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它的洋葱，它洋葱真的超新鲜的，然后搭配它的肉这样炒起来，我觉得一坨一坨这样吃很爽。而且它的洋葱啊，经过铁板的焦化作用之后，会变得很甜，洋葱整个多汁哎。没错没错，赞赞。来11火烤2只用餐，你们要小心一件事，因为它是铁板，肉放下去它会不滋，那个油花会喷到你的衣服，所以不要像我跟许先生一样，今天都穿白色的来，绝对会喷得你一个乱七八糟。小当家许先生要上场了，他刚刚去冰柜那边呢，夹了泡菜、洋葱跟一些辛香料，再加上美美的肉片。等下先 Ken 胖起来 ，Ken 胖来这边吃火烤想吃，还可以拿那个来 Ken 胖，真的是算有料有料。把自己当什么了你？我这边当热炒店直接开煮。在许先生发挥他厨艺的当下呢，我刚刚又偷偷的跑去柜台那边夹了很多炸物回来。这一间最特别的就是它除了我们吃的这种火烤2吃之外啊，熟食之外，它也有现炸的炸物。像我刚刚在柜台啊，就看到这个我最喜欢的银丝卷、虾饼、花枝丸、黑轮，跟许先生最喜欢的鸡块。我最喜欢的是薯条。哦，对。这个有没有传统学校后门的薯条，就是用这种杯子装的。而且我发现他们带小朋友来啊，如果你的小朋友在那个140公分以下的话，他还是半价。小朋友很能吃哎，老板，你有没有知道？真的，我真的最会吃的时候，正是年轻的时候。对呀，这老板果然还是太天真了。我们今天来帮他上堂课。难怪我们刚刚一路做的时候，发现这里非常多家庭课，爸爸负责炒料，小朋友负责客炸物，妈妈负责吃火锅。一家团圆哎，各位，什么都有啊，价格又很便宜，但来真的要小心一点，它那个会一直喷，那个油有点太多了。我已经放弃了，我喷烂我好了。你们要注意，他们很常在现炸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吃热腾腾的，你就赶快看一下，再炸了，再炸了。他们炸好出炉都会喊一下，耳朵张大听，马上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炸物。许先生的泡菜猪上桌了，谢谢小当家许先生。它的冰柜里面刚好有洋葱啊，然后还有泡菜，我就把它拿来炒一下泡菜猪。哎，我觉得你偷作弊耶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只要加泡菜下去，这个猪肉怎么会难吃？你们自己看，真的不能这样作弊。你只要泡菜现在怎么炒起来太过分了，你这个真的太过分了。你们来就把泡菜夹下去，不管炒什么肉片，我觉得无敌。这一道直接可以当热炒菜了，好赞哦！
我好喜欢它这边你自己发挥创意，炒一炒就是很厉害的料理。隔壁桌刚刚他们在炒的，我看起来也觉得很好吃哎。它提供了很多的配料让你去玩啊，但大家不要浪费，好不好？不要浪费。我刚刚看到别桌的，我超想问他说可不可以分我吃一口。他们炒的看起来很厉害。对，我也很厉害啊！我等下来一个9层塔就知道我厉害。好好吃哦！怎么那么会炒啊，许先生？小当家害。难怪平常这么炒。我们第2梯的肉上桌了，这一次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一次是9层塔炒猪肉。这个煮法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它里面一样是五花猪，然后它里面又有9层塔，加上洋葱，然后再加上旁边火锅料地区的那个蒜头，还有葱，还有辣椒。最后在炒的过程中，记得要加一点高汤。我刚刚才说，你怎么这小配方没有跟大家说？他刚刚偷偷的直接从火锅这里捞了2匙汤下去，那个肉就开始啵啵啵啵啵啵啵，这样会帮助蔬菜软化，跟大埔铁板烧一模一样。哦，就像我们开头讲的啊，这个铁板就是你就把它想成铁板烧，随便创造你自己喜欢的口味，你想要加一点辣酱，想要加一点酱油都没有关系。真的来这边直接变吃到饱了，好爽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你今天创造的料理都很好吃哎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的吃法，你们也欢迎下面留言跟我讲，因为我在网络上面搜寻，其实很难搜到这种特别的吃法。我再去弄一个酸白菜牛肉。好。老许上菜第3样，酸白菜牛肉。今天第3道就要做一个东北口味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！我跟你讲，这个酸白菜是有特殊设计。第一个首要的就是它冰柜里面就有酸白菜，所以酸白菜先拿一点。然后牛肉部分呢，它有五花跟一般的牛肉，记得各半，好不好？不要全部都五花，也不要全部都牛肉，因为有一点油花的牛肉呢，它整个味道会更香。再来就是它的火锅柜那边又有葱蒜，记得撒一点那个蒜头，然后还有大量的葱，炒一炒就会非常好吃。跟第1道的泡菜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泡菜是酸甜的，这个酸白菜它真的够酸哦，它炒进肉里面，我觉得很带劲呢。今天教大家3样来11火烤2吃可以使用的黑暗料理。不会，我挂保证，它这3样都无雷，随便炒都好吃。你只要泡菜加够多，酸白菜加够多，9层塔加够多，那味道赞，只有赞。时间每次吃烤肉呢，许先生大力的在吃肉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搜寻我喜欢的淀粉类。黑现货。他们家呢有提供2种面包，一种是这样裹奶油的，大家一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颜色这么深？对不起，我刚刚呢贪心，我一口气把焗烤的面包一起放烤箱烤，我就调了店家说的焗烤13分钟。我忘记面包3分钟的时候要先去拿出来，结果他们就变得欧妈妈。但没关系，因为我刚刚目前看呢，它烤得非常的酥脆哦，虽然有一点烤黑的，可是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，没关系。第一种是传统的餐包啦，餐包，奶油餐包。它这种餐包是乳马铃餐包，我没有特别喜欢呐。这个面包就真的有点烤过度了，我对不起面包。你看。这是大蒜面包，这个比餐包我更喜欢。还有我期待的焗烤，虽然许先生非常不看好它，他说你拿这什么鬼东西啊？我已经看到里面有3色豆的影子，不是3色豆，是红萝卜、奶酱啊。这个焗烤就是奶酱，里面其实就是一些杏鲍菇，然后跟小红萝卜之类的东西，你在焗烤很常看到的东西。许先生仍然进食肉的当中呢，我已经进到了甜点part。我刚刚看到冰柜真的是，满满的草莓。这个330块的火烤吃到饱，甜点居然是草莓，我觉得稍微过分了一点，必须给个赞。你这样叫别人怎么办，老板？光是吃草莓就回本了吧？虽然他们家的草莓是比较娇小型的，可是很甜哦。而且330，你再小颗我都觉得哇，你很够诚意了，你已经够诚意了。除了草莓儿之外呢，许先生最喜欢的豆花，他
他们不是只有给你一口白白的豆花，绝对不是这样，也不是只有不给你糖水，绝对不是这样子。我刚在上面看啊，至少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至少7种料，没有开玩笑。该有的红豆仙草布丁、藕姨，还有珍珠，通通都有。这太不可思议了，这竟然是出现在330的吃到饱。刚刚我本来以为这个是试吃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的那个也是布丁啊。对啊，布丁哎，还2种口味哦，巧克力跟原味的。这一间火烤2吃啊，就是适合带小朋友跟我这种爱吃甜的女朋友来。真的。老公专心在吃肉，我专心在吃甜点 ，perfect。而且我觉得你光甜点可能也可以吃回本。我绝对赚。许先生刚刚创造了一个我觉得非常赞的料理——炒泡面。柜台那边其实都有泡面。许先生刚刚发想，脑子突然叮，他就觉得可以炒一些泡菜，直接变成炒泡面，很成功哎！炒泡面有个诀窍，你们一定要加很多高汤的水，它才不会掉掉。而且啊，你要先肉片熟了之后，你再放泡面下去拌，超香。刚刚别桌都在看我们。今天光是来这边用它现有的食材，就变得大概4到5样的特殊热炒料理，直接把火烤2吃当做热炒店在玩。炒泡面你们一定要试试看，我觉得应该是今日最赞的，好不好？用炒泡面作为一个今天的收尾，好不好？好赞！我们吃完11火烤2吃了，真的是饱嘟嘟。我们今天2个人呢，一共是吃了660块，一个人330。以它的价位来说，我觉得它提供的食材真的已经超过它的价值，又有肉，又有水果，又有甜点，又有饮料，还有海鲜，应有尽有，生食熟食通通都有。但是我们这个年纪了，现在战斗力已经完全不如我当初高中的时候了。吃了大概1、2轮，我就觉得很饱了。但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会自制，你忘了吗？我们会自制，加一些9层塔，加一些辣椒，加一些洋葱，它就变成不同的料理了。会突然让我觉得，好有期待性哦！我觉得火烤2吃把它玩到跟热炒店一样，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蛮值得来试试看的啦哦。330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试试看哦！讲的好像业配哦，没收钱的，我们自己付钱的哦。都可以来试试看啦，许先生的学生回忆推荐给大家喽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一定要吃气球冰淇淋，我才愿意回家。我刚刚口水滴下来了。